那你觉得这一次演唱会有没有什么大家不知道的秘密之类的？前几场有小 trouble。90大道歉。香港一轮的巡演，他回来现场，下一位舞者90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一面？好了，那90对不起。有点想笑。会要开场这种东西没有？有。好。今天大来宾呢，就是我们的 Andy。嗨。其实我也是看你从90的 dancer 排舞的助理，纽约学舞也是你去嘛，对不对 ？LA， 所以你语言能力很好，到现在是算统筹，又变控台。名称其实都大同小异，但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。我已经大概有8年没看演唱会，我发现我真的要跟90大道歉。我真的以为演唱会的规格可能就像以前的那种舞台啊，比较阳春一点。我看完90的演唱会，我真的是叹为观止。它应该是我目前看过演唱会最屌、最华丽，然后最设计过的舞台。对。以前也不能说台湾做的不好，应该说像台湾演唱会，从以前就是比较受香港那边的影响。但香港的其实从以前就是很服装很浮夸，舞台设计很华丽的，所以也不能说以前的舞台多阳春，一切都是预算有没有到位。就钱的问题。这次的导演就是帮Katy Perry。就是策划整个演唱会的2个澳洲的导演，他们的创意真的是很强。有啊，我这一次就是看演唱会，什么各种道具，还蝎子，还飞来飞去，各种转变哎。我自己看到最有诚意的是他的舞全部重排哎，这是一定要的啊。因为我知道像韩国的艺人，他们的演唱会可能就是原封不动的搬上舞台。我以为是这样，可是因为我觉得华语圈的大家看演唱会习惯，你就胃口被养大了，流程比较讲求起承转合嘛，该嗨的地方嗨，然后该慢的地方慢。我那时候就是在后台不是遇到你的时候，我说哇靠，也太酷了吧！我说哇，好怀念当时在舞台上表演的感觉，也好想回去。他就回我已经过了。对我觉得我年龄已经过了那个阶段，可是你不觉得在上面一起完成的那感觉很热血？应该说上一轮的巡演我是真的很想跳，这一轮的巡演舞者是被要求要非常整齐划一，然后大家都长得一模一样。其实你在台上认不出来他们谁是谁，他们真的就是舞群去衬托这个艺人的。而且加上这次的舞真的是非常的体力活，在排练期间我就觉得天啊，我跳不来。你是也要记所有的舞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要记90的，但我没有要记舞者他。等于是就是90在那边，然后你在旁边教导他嘛，这样随身的记忆题的感觉。那他随时问我一个舞蹈上的问题，我要立马回答他。那你有被问倒过吗？蛮长的啊。他记住的话，他会说：“那边是这样吗？确定不是3下，是2下吗？”可是你不是帮他记排舞的人，你竟然还比他还记不熟。因为他是会真的记到很深层的那种。可是我会就是记一个流程。那我记得是你现在是等于控台，就是他在舞台上带一支麦嘛，然后你要跟他讲说要走到哪。那比方说你在 cue 他有发生过，90你现在在右边，在左边，在上面，然后他因为太嗨听不到。不会，我是一个很冷静的人，我不会在慌张的情况下去影响我跟他讲话的痛调。因为在他耳机里面，我不能是慌的，这样听起来会影响他的情绪。唱歌歌词跟歌词中间，或他换气中间。因为你可能就那1-2秒的时间要传达，我歌中间左右前后上，对。但后来我才发现能接受这件事情的艺人不多，因为他们觉得会被干扰，因为他的歌的歌词又很满，他要看歌词，要控制歌声，要表演，那我是不是帮他减少了记走位这件事情？他是不是可以去专心做其他事情？可是他这样等于他还是要一心3用哦。那他会回你？他可以回你？但不行啊！对，他回来现场也是，他说卖差了，你很烦呢，这样。所以我当然不能废话太多。所以正常这样子，其实好像也不会出现太大问题。最后的几场他需要我 cue 他介绍舞者。
就有一个桥段，男生们会一个一个走出来。当天的观众很嗨，有一两个名字没有听得很清楚，他就讲出来，觉得他就有点小偷笑，因为他心虚，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讲对。然后当晚他就跟我讲说，Andy， 你那个明天声音可能要帮我大声一点。就我平常可能是说下一位舞者，然后隔天就会变成说下一位舞者。其实你的工作其实蛮好玩的耶。就算应该我看了那么多次了，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在发呆或者在滑手机，但我还是会时不时的就是比如说在看荧幕上他的状态，他头发乱了，我就跟他讲头发要顺一下。这也要讲，因为其实经纪人会坐我旁边，就如果我没发现，经纪人会跟我讲，因为等于他台上的状态我要负责，因为他看不到嘛。你说比方说穿帮啊，走位走错，或是有什么大型道具要降下来，或者是等一下有烟火要喷，我都会先提醒他。那你看你从就是MV 啊，然后演唱会、商演，你觉得哪个部分是你觉得最好玩的？演唱会是前期最累，商演就是时不时都会有一些突发状况。麦克风问题啊，下雨啊，音响的问题啊，歌曲放错啊。我记得以前9令好像有一场，好像他突然跌倒，有个舞者往后看了一下。那正常舞者在上面到底是要专业跳，还是要过去扶呢？要看他摔的程度。如果他能自己解决，当然就是我们就照常。因为还是不能停止表演这件事情。如果是真的很严重，可能就会是一个人去挡前面，瞄你一下就知道，我们就知道要干嘛了。哇，那其实舞者这就是经验了。这临危不乱呢。对。那你觉得这一次演唱会有没有什么大家不知道的秘密之类的？要惊险的是跨年场，因为我们要算好时间刚刚好，他某一首歌结束就要接倒数。因为我们跨年场有办过2次，这次是他有停下来，可能剩3分钟，一起跟大家一起倒数。然后上一次2019年是没有中断的那首歌结束，中间下一首歌的前奏过门，刚好是5、4、3、2、1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然后就开始接胚，是没有空档。所以上一次是真的，我觉得是最惊险的，那个时间这样算的刚刚好。你还要帮他数那个，因为他当下可能要准备衔接下一段表演，因为他要走到台才能升，如果没走到台，就一切都会 delay， 所以全部都是要靠我跟他讲，要走到位置上。对不起，我刚刚以为只是简单的 Q 场而已。感觉听起来会很简单，但其实就是一些美美嘎嘎。好了，那90对不起，以后每一场我都会去看。那你要买得到。这一场真的人生要看一次，因为我跟他也10年了，我觉得他这次的巡演真的是不管任何环节都是最完整。所以你跟了他10年吗？13年了，10年开始。哇，他中间的舞者来来回回，唯独你一个人，这13年来有什么感触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本来就是属于就是默默做好自己事情的人，不管跟艺人再好，尤其是这么大咖的艺人，你还是要保有一个距离。公归公，私归私。对，因为可能艺人不介意，就有时候会是公司会介意这件事情。那所以你们赖吗？有啊，会闲聊，就逢年佳节，就像之前疫情没工作的时候，逢年佳节会稍微问候一下。然后像这次演唱会也是他直接，他私讯我的他说要练舞喽。11月中的时候，然后我想说，不是12月再开始就好了嘛？他说，有点紧，有点太赶了。他1个月记所有的排舞我们大概6次吧。6次，然后排完整个，那他很厉害耶。那是你，因为你太久没跳舞了。真的吗？是我的问题，是不是？对，是你。好吧，因为毕竟你要看人家已经资历这么久了，可能都已经了解，比如说一首歌舞蹈架构就长那样，就可能就是要去复习那些细节而已。那你在排练，你是陪他一起跳吗？陪他一起跳啊，他跳几次我就要陪他跳几次。我要当他的一个分身，就视线内有看到我在动，他会比较安心。所以到我们彩排的前2天，他就跟我讲说 ，Andy， 你今天先不要站前面，我要习惯你不在的时候，不然他会习惯一直看到我在这边。那你会在世界各地遇到你的时候，就说，请你跳9令的哪一支舞给他看吗？这我通常都会无视他，我说我现在下班了，你要我跳要付钱。真的那你跟9令私下会聊天吗？你说现场吗？现场的时候，在演唱会现场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，我会跟他分享。像之前巡演前，他会有自己的一个仪式，他会很安静的在那边暖身。这个时候就是不要打扰他。我们还是会吃饭，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闲聊。
感情可以聊吗？我当然是不会问他这件事情啊。他会自己分享吗？他自己分享，那我就会回应啊。就一切都是由他出发，我自己不会去过问太多事情。但他有分享过吗？比较少就是他很注重隐私的人。没有，如果他真的聊，真的是身旁可能只剩的助理跟经纪人，还有我。哇，那你算是可以走到这么核心了耶。严格说起来是啦，但我自己会觉得我还是会保一个距离。那他会问你的感情那些吗？有啊，前阵有问啊，他说：“现在还是那一位吗？”对啊，是啊。那还是那一位吗？还是啊。哇，你们在一起很久哎。对啊。那我觉得这次演唱会，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地方是，好像在唱《玫瑰少年》的时候，他会讲一个他自己内心的台词，对，那个现在变成就是他自己设计的一个 rundown。他很用心我后来我是看网络上才发现，他每天讲的不一样哦。对，而且那都是他自己想好的，没有那个提字机都没有你才发现他就没有卡词。前几场有小 trouble。他就是他讲完了，但他那个安全带没扣好。当然，我们工作人员会等他扣好才会升。但因为我不想打断他讲话，因为其实那边我是可以跟他讲说该回去喽，因为我怕打断他情绪。对，就会卡词或什么的，我让他好讲完。因为反正那个早升晚升还是会升嘛。你这个工作还是需要了解他的人。随便乱 Q 的那个真的是他会我觉得我也会。那9令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一面呢？他就是真的很认真的一个人。虽然他一直说他现在已经很放松了，很懂得要放过自己了，可是他还只要是工作上面，他还是会非常的认真。那你每次在台下这样看，每次看都一样感动吗？每次看不同地方，会有不同的感动。像第一轮我喜欢Act 2，就是红色那一套有蝎子的那一趴，比较情色的那一趴。我超爱，它还有个蝎子那边嘛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我就讲蝎子了。对，就是那个，我很喜欢那个。就每一次的玫瑰少年那一趴，我都会鼻酸。是比如说他降下来往前走，然后他就开始感谢有的没有的。然后就开始喷纸花，纸花的影响力很大，很美。你在2楼感受不到，你要坐第1楼，你才感受到那个你说整个这样灯光洒下来那种感动，哇，真的是每次看都会起鸡皮疙瘩一下。那你最喜欢9令的一首歌？迷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支 MV 我其实也有参与。我说 MV 里面有你，然后那首歌曲风是我非常爱的，就是比较电子，house 的曲风，然后因为那首歌当然也是在写给同志的嘛。迷幻是写给同志的对啊，他很多歌都是写给同志的。他去看歌词，风写的，其实真的很赞。那你抒情歌，你最喜欢哪一首歌？柠檬草的味道，他这次没唱，但那首真的好好。有，我记得以前《我是歌手》好像阿令有翻唱，很好听。因为我其实跟他合作前是也没有太常听他的歌，我是反而是合作后是真的是越来越爱他，越来越敬佩他跟爱这个人。就是除了9令之外我记得你之前是有帮安娜编舞，没有？你没有？这回卡掉。鬼鬼对啦，是鬼鬼啦。鬼鬼是第一位艺人给我编排的机会的，非常感谢鬼鬼。等于是你未来就是也会想说以走编舞？没有未来，我已经在做这件事情。好，编鬼鬼还有谁？露露的跨年，去年就是金曲奖是3组艺人，艾怡良的演唱会，李玖哲，男团女团，拼放跟欧纵。哇，你这么厉害哦！还是我真的是都没有在 follow 你？对啊，你就整天在医美诊所。有医美可以找我？好，我不需要。没关系，有任何医美问题可以找我。Andy 不找我，你们可以找我。对。所以你还有在教课吗？有啊，就目前就只剩1堂的 HRC。对，但初阶者不要来。合理吗？虽然是挂 basic，HRC 学生程度基本上都蛮高的。对，我不会慢慢教，因为毕竟会跳的学生比例还是比较高的。我会以比例去抓教课的那个进度。你知道现在台湾街舞圈跟编排不是都重新打掉重练，所以你等于是你要卡到类似以前的大幕啊。现在比较不会是只找单公司啦，等于你的履历会变成影像版。当初鬼鬼会看到我也是因为我那一年刚好拍了2支作品，那个就会是你的履历。我好像有看过，也是在一个工厂。
工厂跟夜店，对不对？我记得跳得很好，就要看到你跳的好不好，或者你编排的好不好，一定要以影像呈现了。像金曲奖就是去年我最大的挑战，我那时候就觉得人生要排一次金曲。以你的能力，这也还好吧？他说那个导演他很知道我能做什么。像金曲那一次有一 part 其实是要国标的，反正那时候我就找一个国标舞老师，然后跟他沟通说我想要的画面，就变成对共同创作。哦，这很重要哎，就代表你还是有思想跟整个画面跟设计，还有走位啊，就变成编舞加统筹。就我还是有整体我想设计的舞蹈画面跟走向。其实我觉得编舞最难的是想法，你整个排舞的架构跟记忆点，怎么设计出一个会让人家觉得哇这支舞好玩、新颖、有趣，我想学或者是想看。可能很多排舞老师可能是不会设想到今天这个艺人适不适合跳，他今天唱的话，会不会是在反拍上面？他可能歌词不跟拍子不在同一个时间点上面，就而不是硬塞动作给他。好，那今天很高兴 Andy 分享了90演唱会的一些小彩蛋，你还有什么要宣传的吗？有任何编排工作可以找我，肢体开发我会接受出街人，但尽量不要。很任性的一个舞蹈老师。那如果你们有舞蹈编排，或者是想要肢体开发，就可以找我们的 Andy 老师。那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